解释一下。上面不都写了吗？基本属实。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，擅自行动，不请示不汇报，结果闹得满城风雨，小道消息满天飞。我以为你知道，你都不汇报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金阳知道自己被举报，有证据显示事先是有人跟他通风报信的。你在怀疑什么？我只是想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来排除我的怀疑。以后不许你擅自行动，事无巨细，必须请示汇报。老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关心金阳是不是涉毒？还是你早就心里有数？我是心里有数啊，还是那句老话，知子莫如父。你就不怕我掌握到什么关键证据吗？我乐见其成，有什么证据，现在亮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冰毒，从金阳家搜出来的。金阳家搜出来的，经过摄像取证了吧？没有。那你怎么认定这包冰毒就是金阳的？有人定期给金阳送茶叶，这包冰毒就藏在茶叶里头。寄件单子上显示，收件人就是金阳，这算是铁证吗？那我问你，寄件人是谁？单子上没写。如果有人居心叵测，故意寄这包冰毒去陷害他，而他却又毫不知情，你怎么收场？恶劣影响已经扩散出去了，而且是愈演愈烈，你就没法收场。我作为你的领导，作为你的师傅，我必须提醒你，涉毒案件不同于普通案件，必须要掌握真凭实据，同时要人赃俱获，否则就不能妄下结论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师傅就是师傅。行，师傅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，要抓就抓个人赃俱获，把案子办成铁案。可能是金阳短信，想看你看吧。应该不是他，我先走了。我在市区求速件。他盯上我也就算了，他怎么开始怀疑你了？这可不行啊！我得重新评估我们的婚后风险。照着他这个节操，我要结婚之后犯点小错，他还不直接把我给大义灭亲了？当今社会啊，正需要他身上这股正气。我也是最欣赏他这一点。你傻小子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捡了块宝。就怕是乐极生悲啊！照着目前的趋势，我们可是朝着自相残杀的方向发展。你就知道贫嘴。哎，老陆，难道不能让他知道真相吗？除非是万不得已。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牵一发而动全身？现在的人，在社会上都不是一座孤岛，多一个知情者，增加的风险会呈几何倍数增长。所以我们在布局的时候，必须把各种变数考虑进去，尽量做到无懈可击。现在对手已经出击了，对我来说案件齐发。没错，打110举报，通知媒体，整个过程是环环相扣，肯定做了精心的策划。策划者应该不像是齐珊珊，不然他不会救我的。但他一定是知情者，否则也无法救你啊。老陆，你知道吗？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，
好像齐珊珊也是受了什么胁迫，才是身不由己。所以我们敢断定，这场阴谋的策划者一定是躲在齐珊珊的身后，也许就是我们要抓的那条大鱼。有道理。有句老话说啊，疯子唱戏，傻子看。我是傻子吗？绝对不是。谁要敢这么说，他绝对是疯了。所以应该改成傻子唱戏，疯子看。我倒是想当一个老来疯啊，问题是金阳他不傻，否则怎么会逃过这一劫？难道又有什么高人相助？是啊，这高人是谁呀？反正绝对不是我没那智商啊。我没让你对号入座。那也不能是珊珊呐，她对您忠心耿耿的。行了，这次我暂不追究。一部狗血电视剧，演着演着，居然还弄出个续集，哼！我只好耐着性子往下看。以后办事讲究点儿，别让我看到一半就睡着了。明白。绕了一圈儿，又回到问题的根本了。金阳，也就是现在的你，只不过就是个唱歌的。这大鱼为什么劳师动众地算计你？不合乎逻辑呀！而且算计我的手段还不断升级。哎，有了，你先说。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你就是牵动我神经的那根头发。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你就是让对手念念不忘的那个沛公啊！哎呀，难得咱爷俩能想到一块儿啊！这条大鱼很可能就是被我打击过的毒贩子里面的一个，他来寻仇来了。不过我从警40年，栽到我手上毒贩子不计其数，不好猜呀。老陆，你放心吧，在大鱼眼里，我就是那个香喷喷的诱饵，肯定会上钩的。这目前看来呀，这条大鱼非常狡猾，它未必能轻易地浮出水面。但是小虾很容易上钩。你说的是齐珊珊？没错，它都已经浮出水面了，大鱼还会远吗？